帮堂哥打理龙虾堂净赚300万，结果秋季起网，他却只转给我5万块。糖是我的，本钱也是我出的，而你就是简简单单撒个网。我看着屏幕上的转账，没拒绝也没骂人，只是默默拿着这笔钱，反手包下了全村最臭的废弃死水塘。直到第2年盛夏，他那一塘的死虾飘满水面，恶臭熏天，而我的小龙虾个个活蹦乱跳。看着他那张瞬间惨白的脸，我站在水草丰美地心塘边，退后2步，别把毒素踩进我的池塘。听说那天晚上堂哥跪在泥地里哭了一宿，他怎么也想不通，我的小龙虾为什么长得这么好。我正记录着今天的 pH 值和氨氮数据，一辆崭新的奔驰大 G 在塘边停下。刚子，今年的账算出来了，分红我给你转过去了。我看着屏幕上的5万元没吭声，心里却有一本账在翻。3年1000多个日夜，我吃住都在棚里。我知道今年的极品虾大丰收，刨去塘租和饲料，净利润将近300万，而他却只转给我5万。刚子，今年赚了300万，这5万块你拿去买车。我这虾塘撒饲料的活，拴条狗都能干。你还年轻，应该拿钱去大城市打拼。然而我听着心里没有任何波澜。3年前他接手这片塘时，因为不懂水质，差点赔个精光。是我带着自己摸索出来的复合菌种，帮他把水调了过来。我说我出技术利润3、7分，他说都是一家人，哥不会亏待你。行，钱我收了。李志强大概没想到我这么好打，他愣了一下。你拿钱回去歇几天，塘里的水泵滤网该换了，找人弄。我没再看他一眼，转身走进了深秋的冷风里，因为我很清楚，没有我极其严苛的水质微调，这片看似肥沃的虾塘，不出半年就会变成一汪臭水沟。我没回镇上的家，我怕碰见熟人问我今年卖虾分了多少，问我堂哥怎么对我的。我沿着村里的土路一直走，怀里的那个笔记本是别人眼里的废纸，却是我3年的心血。就在这时，手机突然响了，是李志强在家族群里发了红包，一个劲的炫耀今年的收成，引得一群亲戚纷纷跟风吹捧。我直接按灭了手机屏幕，转身往村子最下游走去。那里有一片常年爆发蓝藻、又臭又脏的废弃黑水塘，因为地势低洼，常年积着一潭死水，就连村里的野狗都不愿靠近。我站在长满杂草的塘边，望着那一汪又绿又黑的死水，随后蹲下身，捏起一点塘底的淤泥凑到鼻尖闻了闻，一个念头如同破土的嫩芽，在心底疯狂滋长，再也按捺不住。他不是说喂饲料这种活拴条狗都能干吗？那我就让他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本事。我转身径直走向村委会。喂，赵书记，村下游那片黑水塘往外承包吗？那就是个死水坑，倒贴钱都没人愿意要。1年租金是多少？我想租。1年租金1000块，可咱们先说好，亏了村里概不负责。我在心里快速算了笔账，5万块足够把这片塘承包下来，还能买齐前期的净水设备和军业耗材。我包5年，现在就签合同。小李，你可别一时冲动，强子刚赚了大钱，你跟着他干，总比自己瞎折腾强。把合同拿过来吧。这片废弃黑水塘面积不小，浓郁的蓝藻像一层厚厚的油膜，盖在水面上，散发出刺鼻的腥臭味。村里人听说我承包了这块地，全都跑过来看热闹，说风凉话。刚子是不是受刺激了？这破地方能养出什么东西？强子给了他5万块奖金，不存着娶媳妇，全砸进这臭水塘里，真是个败家玩意儿。李志强也开着他的大 G 过来转了一圈，他摇下车窗，笑得前仰后合。刚子，你要是嫌5万块烫手，哥带你去捏脚放松放松，何必在这跟粪水较劲呢？我没搭理他，只是穿着齐胸的下水裤，在齐腰深的黑水里艰难地清理腐烂的枯枝败叶，恶臭扑面而来，我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因为我心里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等到晚上看热闹的人都散去后，我打开那几个白天刚从镇上运回来的黑色塑料桶，里面是我耗费无数心血悄悄培育出来的复合益生菌原液，专门针对这种重度富营养化的死水，我按照精确到克的比例把原液稀释，再均匀喷洒在黑水塘的每一处角落。这项工作容不得半分马虎，整整1个星期我都是昼伏夜出，白天像个拾荒人一样在塘边修补堤坝，晚上就成了这片水域的改造者。奇迹出现在第2天天刚亮的时候，原本又绿又黑的蓝藻开始大面积消散，刺鼻的恶臭被一股淡淡的水草泥土气息取代，水体渐渐变得清澈，阳光终于能穿透水面照到塘底。我趁热打铁，种下精心挑选的一乐藻，没过半个月，整片黑水塘彻底变了模样，水草繁茂，水质清亮见底。就在我准备投放虾苗的时候，手机响了，是李志强打来的。喂，刚子，还在那破水塘里瞎忙活呢。哥刚在城里找了几个大爷，一天80块，专门帮我撒饲料。你慢慢玩你的泥巴吧，等过年哥再赏你2只剩下的小龙虾。知道了。我挂了电话，脸色平静的如同眼前的湖水。李志强在城里花天酒地，根本不知道大自然的反噬有多无情。我走到塘边，打开最后几个恒温泡沫箱，看着那些晶莹透亮的小虾苗游进清澈的水草间，我拿起本子翻开新的一页，记下当天的水温和投放数量。撒完最后一批虾苗时，天已经快亮了。我迎着晨雾往家走。当初承包这片废弃水塘时确实有些冲动，可如今冷静下来，巨大的压力扑面而来，所有积蓄全都投了进去，每天夜里都小心翼翼地调试水质。这片塘就像个无底洞，不断消耗着我的心血。我明白自己不能输，必须成功，不只是为了回本，更是为了争这一口气。回到家推开门，饭菜的香气扑面而来，爸妈和未婚妻婉婷都坐在饭桌旁，显然一直等着我。怎么一整晚没回来？菜都热了2回了。塘里还有点收尾的杂活，多忙活了一会儿。快去洗手吃饭，你脸色怎么这么差？是不是累坏了？没事，就是熬夜熬的。饭桌上气氛有些压抑，母亲给我夹了一筷子菜。刚子，今年强子到底给你分了多少钱啊？这个问题像一根针刺在我心上。父亲和婉婷也都停下筷子看向我，我放下碗筷，拿出手机，调出转账界面。妈，钱在这儿，5万。5万？怎么才5万？村里都传开了，说强子今年赚了快300万。今年看着红火，其实损耗也不小，加上明年还要扩进，到处都要用钱。塘是他的，本钱和风险也都是他担着，实在剩不下多少，我就是个帮忙撒饲料的，能拿5万已经很不错了。我把早就想好的说辞不紧不慢地说了出来。父亲抽着旱烟，一言不发。婉婷看着我欲言又止，只有母亲满脸憋屈，满脸不信。不可能，那塘要是没有，你天天半夜守着，早就废了。李明刚，你是不是被强子欺负了？妈，你别乱讲，强子是我堂哥，他怎么会坑我？
大头本来就该他拿，咱们得讲道理。说这些话时，我的心在滴血，每一个字都在背叛自己3年的付出。可我必须这么说，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已经和李志强彻底闹翻，更不能让他们知道我承包了那个全村最臭的死水塘。我不想让他们跟着我担惊受怕。母亲还想再说什么，被父亲打断了。行了，吃饭吧，儿子心里有分寸。夜里我躺在床上，婉婷从身后轻轻抱住我。李明刚，你今天不对劲，肯定有事瞒着我。能有什么事？就是夜里风大，吹得头疼。真的吗？真的，睡吧。明天带你去镇上逛逛。怀里的人安静下来，可我却毫无睡意，睁着眼望着斑驳的天花板，脑子里全是那片正在悄悄蜕变的黑水塘。它是我的希望，也是我唯一的退路。接下来几天，正是村里年底最热闹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盘算今年的收成，准备杀猪过年。我也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白天陪着爸妈和婉婷置办年货，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可我心里始终悬着一件事，就是塘里的水质。水质检测机构的报告单，在我投放虾苗后的第3天寄到了。李先生，好消息，您的水样结果出来了，氨氮亚硝酸盐全都降到安全标准以下，溶氧量很高，您培育的菌群生态循环已经完全稳定了。我当时正陪着婉婷挑春联，接到电话，激动的差点掀了摊子。我压低声音走到街角，太好了，那水体透明度怎么样？透明度非常好，底栖藻类和水草长势极佳，完全达到顶级生态养殖水域的标准。这简直是老塘修复的教科书案例，您这技术太厉害了。行，辛苦你了。挂了电话，我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大半。水质活了，就意味着这片塘真正盘活了，剩下的只需要耐心等待，让那些红壳虾苗慢慢长大。这期间，李志强也给我打过几通电话，第一次是问我那5万块打算怎么花。刚子，那钱别乱造，留着给爸妈翻修下老房子，剩下的存起来准备结婚用。他的语气像长辈教训晚辈，晚时施舍后的优越感。知道了，强哥。第2次是除夕前1天。刚子，明天中午镇上最好的喜盈门饭店，哥包了场，特意把亲戚和几个收购商都请来了。今年赚了大钱，得好好庆祝一番。我几乎能想象出他此刻得意的模样，无非是想在所有人面前炫耀今年的丰收，顺便再显摆一下他对我的关照和大度，把我当成他炫耀成功的陪衬。不了，强哥，家里还有事要忙。别啊，多生分，就这么定了。明天早点过来帮忙招呼客人。他不等我多说就挂了电话。我握着手机冷笑一声，你想演戏，那我就陪你演到底。我倒要看看你那经不起考验的破塘还能撑多久。除夕当天中午，我还是去了，带着爸妈和婉婷。喜盈门饭店最大的包厢里摆了整整5桌，一进门就看见李志强和他父母，还有几位大收购商坐在主位上谈笑风生。看到我们，李志强母亲热情地站起身，哎呀，老二一家来了，快坐快坐。他嘴上热情招呼，眼神却在我爸妈朴素的穿着上扫来扫去，透着一股高高在上的轻视。这是你嫂子娇娇，娇娇，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那个堂弟李明刚在塘里帮我打下手撒饲料的。这9个字他说的格外响亮，包厢里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集中在我身上，爸妈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婉婷的手也紧紧攥住我的胳膊，我能感觉到她在发抖，可我却笑了笑。嫂子好，我是李明刚。我的平静让李志强有些意外，他预想中我的窘迫和难堪并没有出现。酒桌上更是成了堂哥的个人表演秀，他一会儿说今年小龙虾行情有多好，一会儿又说哪个大老板要预定他明年的活，最后把话题扯到了我身上。刚子这孩子就是太实诚，在塘里帮我干了3年，风里来雨里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我做主。前几天给他包了5万块红包，让他也沾沾喜气。大家说我这个当哥的够不够意思？那是太够意思了。强子现在真是出息了，自己吃肉还不忘给兄弟留口汤。是该多照顾照顾。刚子脑子不灵活，干不了什么大事儿，也就只能出点苦力。强子，你带着他，那是他的福气。不过我最近听说，刚子是不是也承包了一个塘？好像还是强子隔壁那个没人要的死水塘。这话一出，爸妈和婉婷脸上瞬间露出震惊的神情。小刚是真的吗？你怎么从来没跟我们说过？父亲看着我没有说话，婉婷却用力握紧了我的手。刚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家里商量一下？那5万块好歹留着给爸妈买点好吃的，这下全打水漂了。不过要是以后赔了，再来强哥这儿，下次哥一定好好照顾你。听到这些话，我默默咬紧牙关。他们一唱一和，把我塑造成一个需要被施舍的跟班。爸妈的脸涨得通红，婉婷的眼眶都红了，可我却端起酒杯站了起来。强哥，这3年多谢你照顾了，这杯酒我敬你。我仰头将一杯白酒一饮而尽，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李志强看着我，眼神里闪过得意与满足。他以为我认怂了，可实际上我敬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那段被他亲手毁掉的亲情。从这杯酒开始一笔勾销。从酒楼走出来后，我爸脸色阴沉，全程一言不发。我妈则不停地唉声叹气。婉婷安安静静地跟在我身旁，牢牢地挽着我的手臂。我心里清楚，他们个个都憋着一肚子火气。眼看就要走到家门口时，我率先开了口：爸妈，对不起，今天让你们跟着受委屈了。哎，刚子，你那水塘自己一个人能打理过来不？要是手头缺钱，千万跟爸妈开口。对啊，刚子被旁人说几句闲话不算啥，只要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和和气气的就好。明刚，别害怕，你只管专心做自己的事，我一定会一直陪着你，支持你。爸妈，婉婷，你们尽管放心，我对自己的水塘充满信心。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把今天丢的脸面一点点全都赢回来。我的语气格外平和，可每一个字里都藏着不容他人质疑的坚定力量。他们直直地看着我，像是被我眼中的笃定给震慑住。把他们送进屋里后，我独自一人在院子里站了许久。这时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
是我装在黑水塘底部的防水监控发来的预警消息。我点开监控栏，一段清晰的水下画面立刻传了过来。澄澈的水里，一株株伊乐藻顺着水流轻轻摆动，在水草的遮掩下，一只只硬币般大小、背甲透着淡淡红光的初代虾米正格外活跃的觅食蜕壳。盯着这段视频，我胸腔里的热血再次翻涌起来。接下来的好几个月，我表现得和往年没什么两样。春天一来临，村子里又变得热闹忙碌起来。每当有人问起我今年打算做什么营生，我都用以往的借口敷衍过去。不少人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时不时还会拿我承包那片死水塘的事当笑谈。刚子、强子，那人虽说脾气不咋好，但给工钱倒是爽快。你瞎折腾那个破水塘，到底图啥？可不是嘛！如今搞养殖本就难上加难，有个靠山靠着，总比自己白白往水里砸钱强。这些话我全都左耳进右耳出。我明白他们并无恶意，他们只是看到了表面光景，看到了李志强今年扩建新养殖棚的光鲜模样，看到了我家的冷清落魄。没人知道平静的水面之下早已暗藏汹涌，更没人知道我一直在默默等待一个时机，一个能彻底打破所有质疑的时机。转眼就到了夏天，气象台接连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小龙虾最是惧怕高温天气，我清楚翻盘的机会来了，我倒要看看没了我的水质养护技术，李志强该怎么熬过这轮高温天气。随后我关掉电视，转头对爸妈说道：爸妈，明天我搬到水塘边的棚屋里住，这段时间可能没法经常回家照顾你们了。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起了床，没有吵醒家里任何人，轻手轻脚地穿上下水裤。出门前我望着爸妈紧闭的房门，在心里默默念叨：爸妈，请你们再信儿子一次，这一回我绝不会再让你们失望，绝不会再让任何人瞧不起咱们家。我踏出家门，径直朝着村子下游的水塘走去，拉起了沉在水底的一个地笼。即便当天是罕见的酷热天气，可我的地笼里全都是双熬粗壮、品质上乘的极品小龙虾。水塘底部干干净净，我逐一检查了水草底泥和水体容养量，把各项指标全都检测了一遍，所有数据全都正常。我按下水泵的开关，水流瞬间喷涌而出，整个水塘的水面轻轻泛起涟漪。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一股旺盛的生命力正在这片水底肆意舞动。从这一刻开始，我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但我并没有立刻把水塘水质极佳的消息告诉任何人，在重头戏上演之前，我必须做到万无一失。我沿着水塘边缘仔细巡查了一圈，发现只要撒下一把饵料，立马就会引来小龙虾疯狂争抢。比起李志强水塘里那些毫无生机的小龙虾，品质要好上太多。他总说自己的水塘是风水宝地，能养出个头最大的虾，可他从来不听我的劝说，常年累月投喂劣质的死鱼。水塘底部的腐殖质含量早就严重超标，底泥变得又黑又臭，天气稍微一热，水面上就会浮起一层绿油油的蓝藻，看着就像一潭发酵的补水。以前为了打理好他的水塘，我每天半夜都要去撒解毒药剂，一刻不停地开增氧机。这3年时间，我帮他省下的药费、减少的死虾损耗，加起来都不止几十万，可他却把这一切都当成理所应当。他觉得自己付了塘租，大自然就该无条件的给他带来收益。就在这时，远在城里的李志强又打来了电话。喂，刚子，在家吹空调享清福呢，没去你那个破水塘转悠啊？没有，在棚屋里待着。这么热的天就别瞎跑了，明天早上6点带几个大抄网来我水塘边。看塘的大爷说水有点浑浊，还飘了几只死虾，你过来帮忙捞一捞，别让村里其他人看见了，晦气。他的语气还是那般理所当然，就像在使唤一个廉价的杂工。我紧紧握着手机，指节都微微泛白，但嘴上依旧平静的回应：好的，强哥，我明白了。傍晚时分，婉婷提着绿豆汤来到棚屋，看到我全副武装、严阵以待的模样，满脸诧异。这天也太反常了，一点风都没有。我看村里好几条狗都热得不停吐舌头，水塘里的虾能扛得住吗？要是一旦缺氧，这几个月的心血可就全白费了。你晚上别睡得太沉，记得多开几次增氧机。放心吧，我这水塘的生态系统已经稳定成型了，就算今晚天塌下来，这片水域也绝对没事。明刚，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傻丫头，能有什么事？等明天太阳升起来，我让你见证一个奇迹。我没有跟他透露，今晚很可能会出现惨烈的饭堂事故，不是不信任他，而是那场灾难注定无比惨烈。我不想让他跟着一起承受这份压抑，所有的风险验证和结果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天色完全暗下来之后，我爸骑着3轮车赶来了，他给我送来了一台大功率抽水泵，我们父子俩就站在闷热的塘埂上默默无言。刚子，这天气不太对劲。爸，没事，您赶紧回家休息吧，这里太闷热了。我不累，就是心里不踏实。这天气跟10年前那次养殖绝收的时候一模一样。这里有2万块钱，是我和你妈今年的生活费，你先拿着，万一水质出问题要买药，急救手里多留点钱，总归是好的。爸，我不能要，我这水塘各项指标都特别好。那这大自然的变数谁都说不准，你一个人在这守着，比我们在家更难。我紧紧攥着那张存折，指甲都深深嵌进了掌心。我没有再推辞，因为我明白这是爸妈能给我的最厚重的支持。我在心里暗暗发誓，等秋天小龙虾出塘售卖，我一定要10倍100倍的回报他们，让他们过上最舒心的日子。那一晚，我坐在棚屋的折叠床上彻夜未眠。凌晨2点，我猛地从床上起身，出门前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温湿度计，湿度高达95%，气压极低。我沿着乡间土路走到了我和强哥水塘分界的铁丝网边，我站在漆黑的夜色里，眼前就是李志强那片号称今年要赚500万的风水宝地。可此刻水面上却浮着一层厚厚的粘稠浮沫，即便在黑夜中也能借着微弱的光亮看到那让人反胃的荧光绿，这是彻底爆发的蓝藻水花。我走了过去，既没有开增氧机，也没有做任何干预。大势已去，就算是神仙也无力回天。我转身看向自己的水塘，黑水塘安安静静地卧在那里，几台增氧机有规律地搅动着水花，澄澈的水底一丛丛水草不断冒出细小的气泡，在水草根部，一只只体型硕大的小龙虾安安稳稳地趴在底泥上，丝毫没有焦躁不安的样子。我蹲在塘埂上，心里满是欣喜。而此时强哥的水塘里却是布满
满致命毒素的绿水，正上演着成片的死亡挣扎。我看不清塘里的具体景象，但耳朵却听得格外清晰。水面上渐渐传来密密麻麻的噼啪声，那是无数濒临死亡的小龙虾，因为严重缺氧，正拼命地往岸边的塘埂上攀爬。凌晨2点半，我蹲在2片池塘中间的铁丝网旁，耳朵里全是隔壁塘里那些濒死龙虾的挣扎声，那声音像无数只指甲在玻璃上刮，密密麻麻，听得人头皮发麻。我没有动，不是我冷血，而是这3年我已经冻够了。李志强的塘里每一个水泵、每一根管道、每一袋解毒药，都是我亲手装上去导进去的。他以为那片塘天生就是风水宝地，却不知道是我用无数个不眠之夜，硬生生给他续了命。现在我只是不再续了而已。旁边传来李志强慌乱的声音，他大概是被看塘大爷的电话从城里叫回来的。大巨的车灯在远处一闪一闪，像一只垂死挣扎的萤火虫。他扯着嗓子喊：“刚子，你在不在？”我没应声，我蹲在黑暗里看着自己塘里那几台增氧机不紧不慢地转着，水面上泛着细碎的光，月光下清澈的水体里隐约能看到水草摇曳，偶尔一只大龙虾慢悠悠地爬过，像是在散步。隔壁的动静越来越大，李志强开始打电话，声音又急又怒：“给我把镇上所有的增氧机都调过来，多少钱都行，快！”我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转身回了自己的棚屋。婉婷煮的绿豆汤还温着，我倒了一碗慢慢喝完，然后躺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折叠床上，闭上了眼睛。那一夜隔壁的哭喊声、骂声、水泵的轰鸣声一直响到天亮。第2天清晨，我走出棚屋，阳光刺得我眯了眯眼。我习惯性的先去巡视自己的塘，水质清澈，溶解氧充足，龙虾们安安稳稳地趴在池底。我随手提了一个地笼，网兜里满满当当，全是巴掌大的青壳红爪极品龙虾，腹肚白净，双螯粗壮球劲，在水里张牙舞爪，活力十足。我满意的点点头，俯身蹲在塘边，在本子上仔细记下数据：水温、pH 值、氨氮、亚硝酸盐，各项指标全都完美。隔壁塘里李志强正红着眼，死死攥着拳头站在梗上，脚下是一大片刚被捞上来的死虾，层层叠叠堆得像座小山。那些龙虾全都肚皮朝天，肢体僵硬，浑身散发着浓烈刺鼻的腥臭。我这边没出几只死虾，雇来的工人正麻利地往卡车上装，准备拉去就近掩埋。李志强看见了我，嘴唇哆嗦了几下，想说什么，最终只是狠狠瞪了我一眼，转身走了。我没有幸灾乐祸，甚至有一点说不清的酸涩。他终究是我堂哥，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只是从他把我的3年心血贬低成拴条狗都能干的那一刻起，那点亲情就被他自己掐灭了。我蹲在旁边，掏出手机，给那个一直联系我的收购商发了条消息：“孙总，今年的极品虾我全包给你，8月中秋前出塘，规格和品质包你满意。”不到1分钟，电话就打过来了。孙总的声音里带着怀疑：“刚子，你那边真的能出活？你那个塘不是刚搞了半年吗？”孙总，我不说大话，你派个人来实地看，看了再谈价。行，我明天亲自过去。挂了电话，我心里有底了。我的虾苗是从崇明岛精选的长江系优质龙虾苗，再搭配我自主培育的复合益生菌群，搭建起了完整的生态循环养殖系统。龙虾的整饰比普通塘口的快了将近1个月，算着时间到中秋前，正好是母虾黄满高肥，公虾肉厚熬壮的最佳上市时节。我又给村委会的赵书记打了个电话：“赵书记，能不能把下游另外2块荒废的塘也一起包给我？”赵书记在电话那头愣了半天：“刚子啊，你那个臭水坑真养出东西了。”书记，您来看看就知道了。下午，赵书记骑着电动车来了，他站在塘边，看着那一汪清澈见底的水，看着水草间穿梭的龙虾，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这是那条臭水沟？就是那条。刚子，你这是变戏法。书记，旁边那2块荒塘一共也就20来亩，我出1年5000的租金，包5年行不？赵书记喝了口水，又看了看我的塘，一拍大腿：“行，明天就来村委会签合同。”我扩塘的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了，有人说我是走了狗屎运，瞎猫碰上死耗子，也有人酸溜溜的说我不过是靠那点菌种，等明年就原形毕露了。李志强没有来，我听说他这几天把自己关在城里的家里，谁也不见。他那塘的损失据估算在70-80万，加上之前扩建新塘投入的资金，今年的利润基本全赔进去了。但他手里还有底子，毕竟前2年赚了不少，而且他背后还有一个做水产生意的老丈人撑腰。我知道他不会善罢甘休。果不其然，1个星期后的午后，村口的土路扬起一阵尘土，李志强的奔驰大 G 再次停在了我的塘边。只是这一次，他脸上没了往日的得意，只剩阴鸷的狠厉。他身边跟着个西装革履、满脸精明的男人，一看就是常年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的角色。不用想也知道，这是他做水产生意的老丈人。李志强倚着车门，眼神冰冷地扫过我塘里活蹦乱跳的小龙虾，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径直走到我面前，故意拔高了声音，生怕周围路过的村民听见。李明刚，行啊，真没想到你这破水塘还真养出了好虾，本事不小。我停下手里记录水质数据的笔，抬眼淡淡看他，没接话，等着他的后招。他老丈人上前一步，上下打量我一番，语气带着居高临下的威压：“年轻人，养殖这行讲究圈子规矩，强子是我女婿，这一片的水产收购渠道大半都攥在我手里，我劝你识相点，把塘转手，或者把虾低价卖给强子，不然你这虾一只都卖不出去。”李志强立刻接话，脸上满是胜券在握的嚣张：“刚子，听见没？我老丈人一句话，整个市里的水产收购商没人敢跟你合作，你那点破技术有什么用？养出再好的虾，卖不出去全是白费，最后只能烂在塘里。乖乖服软，我还能给你留口饭吃。”说完，2人转身就走。李志强临走前还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满是威胁。我站在塘边，手心微微攥紧。他们这话不是吓唬人，水产行业的渠道垄断向来残酷。李志强老丈人深耕这行多年，手里握着大量批发市场、酒店、餐厅的供货资源，只要他放话，没人敢冒着断货的风险跟我合作。果然，当天下午我就接到了孙总的电话：“刚子，
实在对不住，你那虾我收不了了。不是我不想收，是李志强他老丈人放了狠话，我要是收你的虾，他就断了我所有常规水产的供应，我这生意还做不做了？你多体谅。我心里一沉，强装镇定道：“孙总，我懂，麻烦您了。”挂了电话，我看着塘里长势正好的极品小龙虾，心里泛起一丝焦急。眼下正是中秋前夕，小龙虾价格最高，市场需求最大的时候，要是迟迟卖不出去，拖到天气转凉，虾的品质下降，不仅赚不到钱，前期投入的所有成本都可能打水漂。村里之前眼红我的村民，也渐渐开始说风凉话，说我就算养出好虾也没本事卖，终究斗不过李志强，早晚得亏本关门。李志强更是托人带话，一遍遍逼我妥协，享受着把我逼入绝境的快感。那段时间，我白天依旧守在塘里打理水质，表面平静，夜里却辗转反侧，不停想着破局的办法。传统渠道被彻底堵死，我必须另寻出路。刷着手机看着别人直播带货的画面时，我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直播卖虾，现在网络发达，直播带货能直接对接终端消费者，不用经过任何收购商、批发商，彻底绕开李志强老丈人的渠道垄断。我的小龙虾品质顶尖，个头大高满肉肥，只要让网友看到真实的养殖环境和虾的品质，肯定能打开销路。说干就干，我立刻去镇上买了简易的直播支架补光灯，又请教了村里做过直播的年轻人，简单学会了直播操作。第二天一早，我就扛着设备来到塘边，开启了第一场直播。一开始直播间只有寥寥几个人，都是村里好奇点进来的村民。我也不慌，拿着手机一步步对着镜头展示我的虾塘。大家看，这就是我养小龙虾的塘，水质清澈见底，全是生态养殖，没有用一点违禁药，靠益生菌和水草维持生态平衡。大家可以看看这虾的品质。我说着提起地笼，满满一网笼肥硕的龙虾出现在镜头前，青壳红爪，腹肚白净，在网兜里张牙舞爪，活力十足。我随手拿起一只掰开虾头，满满的虾黄清晰可见，虾肉紧实饱满，真实的养殖环境，看得见的顶尖品质，很快吸引了不少路过的网友。大家看着一塘清澈的水质，再对比网上那些臭水塘养殖的小龙虾，纷纷停下脚步询问价格，下单购买。这虾品质也太好了吧，看着就新鲜，生态养殖太放心了，果断下单。老板给我来10斤，中秋正好吃。直播间的人数越来越多，订单量飞速上涨。我一边忙着讲解，一边联系村里的亲戚朋友帮忙打包发货，选用最新鲜的冰袋保鲜，保证小龙虾送到顾客手里依旧活蹦乱跳。我每天准时开播，带着网友看塘口、看捞虾、看打包，全程透明无死角。凭借着顶尖的品质、实在的价格，我的小龙虾很快在直播圈打响名号，不少网友回购，还主动推荐给身边的朋友，订单直接排到了半个月后。短短几天，塘里的小龙虾被预定一空，不仅卖出了比收购商更高的价格，还积累了一大批忠实客户，甚至有不少外地的餐厅、生鲜店主动联系我，想要长期合作。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子，也传到了李志强耳朵里。当天下午，李志强气急败坏地冲到我的塘边，看着我忙着打包发货，直播间热火朝天的样子，脸色铁青，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堵死了所有线下渠道，反倒让我闯出了更宽的路，不仅把虾全部高价卖出，还打出了自己的口碑，彻底站稳了脚跟。你耍手段！李志强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他能垄断线下渠道，却管不了线上的直播带货。我擦了擦手上的水，平静地看着他。强哥，这不是耍手段，是凭本事吃饭。你靠关系打压别人，总有行不通的时候，而我靠技术，靠品质，走到哪都不怕。李志强看着眼前忙碌的景象，再想想自己塘里一片狼藉、血本无归的局面，一口气没上来，差点栽倒在塘埂上，最后只能狠狠踹了一脚旁边的杂草，灰溜溜的开车走。而我站在热闹的塘边，看着源源不断的订单，心里无比笃定，靠施舍的亲情换不来尊重，靠打压的手段赢不了长久。真正的底气，从来都是自己一手打拼出来的。短短半个月，我的线上直播生意越做越红，不仅组建了村里的临时打包团队，还和冷链物流谈下了长期合作。极品小龙虾远销全国各地。中秋旺季一过，粗略一算，纯利润直接突破300万。当初那5万块的启动资金，早已翻了几10倍。我不仅给爸妈翻修了老房子，给婉婷买了她心仪已久的首饰，更是一口气拿下了村里另外3块荒废水塘，扩建了养殖规模，成了村里人人称赞的养殖能手。路过的村民见了，都会笑着搭话。刚子，你这生意也太红火了，咱村就属你最有本事。我一边搬着打包好的虾箱，一边笑着回应：叔婶过奖了，都是靠手艺吃饭，也多亏大家帮忙。而李志强的日子越发难熬，他的虾塘经受过高温泛塘后，水质彻底败坏，即便花大价钱换水改底，投再多药剂，养出来的小龙虾要么个头瘦小，要么鞘硬肉空，时不时还会冒出几只病虾死线。之前的老客户全都弃他而去，投入的本钱打了水漂，还欠了不省饲料款，往日的意气风发荡然无存。看着我这边生意蒸蒸日上，他心里的嫉妒彻底扭曲，再也坐不住了。没过几天，我的直播间里突然涌进一群恶意刷屏的黑粉，一进来就满嘴污言秽语，造谣我的虾塘用了违禁药，小龙虾吃了有害健康，还故意 P 出几张发黑发臭的虾塘照片，冒充是我的养殖地，搅得直播间人心惶惶。不少刚下单的顾客直接申请退款，订单量瞬间暴跌。助理急得满头大汗，凑到我身边小声说：“刚哥，这些黑粉太过分了，咱们的虾全是生态养殖，根本没用药，这不是污蔑人吗？”我沉着脸摆摆手，让助理拉黑黑粉，拿着手机走到虾塘深处，对着清澈见底的水体、活蹦乱跳的小龙虾近距离拍摄，又把每日的水质检测报告、苗种采购凭证、药残检测合格证明一一摆在镜头前。各位网友，大家看，这就是我的养殖塘，水质清澈见底，全程生态益生菌养殖，
所有检测报告都在这里，绝无任何违禁药品，大家可以放心下单。至于这些恶意造谣的，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蓄意捣乱，我会保留证据，追究到底。可黑粉却像潮水一般，刚清走一批又来一批，明显是有人故意在背后操控。与此同时，村里也开始流传各种谣言，几个闲坐的村民凑在一起议论，声音不大，却刚好能让人听见。你说刚子那虾卖这么好，是不是真有问题啊？谁知道呢？不然怎么有人专门黑他？这年头赚钱太容易，反倒让人不放心。父亲听了脸色铁青，当场就想上前理论，我连忙拉住他：“爸，别跟他们置气，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用事实说话就行。”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不用想就知道是李志强搞的我。果不其然，第二天李志强也学着我的样子，在他那片水质浑浊的虾塘边支起了直播支架，开启了直播带货。他特意花钱雇了水军，在直播间刷好评刷订单，还故意压低价格，打着正宗养殖大虾的旗号，处处跟我对着干。他对着镜头扯着嗓子喊：“大家别信有些人的虚假宣传，我这虾塘才是正经养殖，价格比他便宜一半，品质绝对比他好。”说着还故意看向我虾塘的方向，阴阳怪气地说：“有些人啊，就是会搞花架子，实际虾好不好，吃了就知道。”时不时还在镜头旁敲侧击，暗指我的虾品质作假，吹嘘自己的虾才是最好的。路过的村民看着他直播间的虚假数据，都忍不住小声嘀咕：“强子这是跟刚子杠上了，可他那虾塘的水看着就不行，能卖出去吗？”可纸终究包不住火，有网友抱着试试的心态下单，收到货后发现他的小龙虾个头参差不齐，不少虾壳发软，腹部发黑，还有几只已经半死不活，煮出来肉质松散，毫无鲜味。立马在网上发了实拍视频吐槽，还专门跑到他的直播间质问：“老板，你这虾也太差劲了吧，又小又不新鲜，还有死虾，这就是你说的好品质？我刚煮了，根本没法吃，全是土腥味，赶紧退吧！”故意抹黑别人，自己的东西烂到家，太缺德了。李志强看着直播间满屏的差评和质问慌了神，对着镜头支支吾吾：“不可能，肯定是物流的问题，我这虾没问题。”他越是辩解，网友越是抵触，一时间他的直播间差评满天飞，退货订单堆成山，之前刷的虚假订单全都作废，平台也因为他的商品质量不达标，对其直播间进行了限流处理。有好心的村民劝他：“强子，你这虾品质不行，就别硬撑了，好好改改水质才是正事。”李志强却一把甩开对方的手，恶狠狠地说：“关你什么事儿？都是李明刚搞的，故意跟我作对。”他费尽心思搞的直播对打，没过3天就彻底黄了，直播间冷冷清清，连个问价的人都没有，反倒让更多人知道了他的小龙虾品质低劣，彻底断了销路。看着自己输得一败涂地，李志强的嫉妒心彻底冲昏了头脑，开始铤而走险，对我的虾塘暗中使坏。那天夜里，我像往常一样在塘边棚屋值守。凌晨时分，防水监控突然发出急促的警报，我猛地起身点开监控画面，只见一个熟悉的鬼祟身影，趁着夜色掩护，悄悄摸到了我的虾塘进水口，手里拎着几个黑色塑料袋，正准备往水里倒东西。是李志强，我瞬间攥紧了拳头，抄起手边的手电筒，快步冲了出去。夜色中，李志强神色慌张，见我过来，吓得手一抖，塑料袋直接掉在地上。我厉声呵斥：“李志强，你大半夜跑到我虾塘来，想干什么？”李志强脸色惨白，眼神躲闪，见自己的阴谋被撞破，索性破罐子破摔，恶狠狠地瞪着我：“李明刚，凭什么你能一帆风顺，我却血本无归？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我倒要看看，我把这些东西倒进去，你这虾塘还能不能保住？”我低头看着地上散落的化肥和不明药剂，心头怒火中烧。你知不知道这些东西倒进虾塘会毁了我所有的心血，还会污染水源，这是违法的，你懂吗？违法又怎么样？都是你逼我的。李志强红着眼，想要捡起地上的塑料袋继续做。你的技术，你的生意本来都该是我的，你凭什么踩在我头上？我能有今天，是我3年日夜不休熬出来的，是我凭技术挣来的。我一步步逼近语气冰冷。当初你克扣我300万分红，只给我5万块，说我只是撒网的狗。如今你自己没本事，就想搞破坏，你这是自寻死路。我上前一把按住他。与此同时，接到我消息的村书记、父亲和几位村民也匆匆赶来。村书记看着地上的违禁物品，气得脸色发青。李志强，你太糊涂了，这是破坏村里的生产经营，是犯法的。父亲也指着他，气得浑身发抖。我们家待你不薄，刚子真心帮你，你竟然这么歹毒！周围的村民也纷纷指责：强子，你太过分了，自己没本事还害人，赶紧报警，这种人不能姑息。李志强看着围过来的村民，看着大家鄙夷指责的目光，彻底瘫软在地，再也没了往日的嚣张，嘴里喃喃道：我不甘心，我就是不甘心。我没有心软，当即选择了报警，并且保留了监控录像现场物证，走法律途径追究他的责任。经过相关部门检测，他带来的药剂属于有害养殖违禁物品，一旦使用会造成严重的水产养殖损失。李志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破坏生产经营罪。民警赶到现场带走李志强时，他还回头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悔恨与怨怼，却再也说不出一句辩解的话。而他的老丈人得知此事后，眼见他烂泥扶不上墙，还惹出了官司，生怕连累自己的生意，当即放话：我早就跟他没关系了，他惹的事自己承担，别想连累我。彻底断了对他的所有支持。最终，李志强不仅要赔偿我的全部经济损失，还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他那片荒废破败的虾塘，也因为无力偿还债务，被彻底抵押变卖。曾经的风光彻底化为泡影。李志强被民警带走的第2天，一个妆容憔悴、眼底布满红血丝的女人找到了我的虾塘边，正是李志强的妻子娇娇。她早已没了当初在喜酒场上跟着李志强一起居高临下轻视我家人的傲气，头发随意挽回，身上的衣服皱巴巴的，手里攥着一个破旧的包，站在塘埂上手足无措地看着我，眼眶一红，眼泪就掉了下来。我停下手里记录水质数据的笔，平静地看着他，没有主动开口。当初李志强风光时，他跟着享受荣华富贵，从未
未替我说过一句公道话。如今李志强落难，他才找上门，我心里早已了然他的来意。娇娇犹豫了片刻，快步走到我面前，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眼泪簌簌的往下掉，声音哽咽着哀求：明刚，我求求你，求求你，高抬贵手，放过志强，这次吧。我眉头微蹙，侧身避开，没有受他这一跪，语气淡漠：有话起来说，跪着解决不了问题。娇娇挣扎着站起身，抹着眼泪，满脸慌乱的求情：明刚，我知道志强他对不起你，他忘恩负义，恶意使坏，做了太多混账事，可他已经被抓起来了，求你撤掉投诉，跟警方说一声，原谅他这一回。他要是真的被判了刑，这辈子就彻底毁了，我们这个家也散了。他当初做那些事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我看着他，语气没有一丝波澜，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坚定。他克扣我3年血汗分红，把我的付出贬得一文不值，雇水军黑我，毁我生意，最后还往我虾塘里倒违禁药剂，想要毁了我全部的心血。那个时候，他可曾想过放过我？娇娇被我问得哑口无言，只能一个劲的哭着道歉。我知道他错了，他是鬼迷心窍，是他混蛋，你要恨就恨他，可他真的不能坐牢，我们还有家里的老人要养他，要是坐牢了，我们真的没法活了。这些都不是他违法犯罪的理由。我打断他的话，眼神冷冽。当初他坐在奔驰大 G 里嘲笑我承包臭水塘的时候，他在酒桌上当众羞辱我，贬低我家人的时候，他联手你父亲毒死我所有销路的时候，他半夜来破坏我虾塘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的下场？我当初帮他打理虾塘，3年日夜不休，帮他保住虾塘，赚下几百万，他只给我5万块，还说我是拴在塘边的狗。那个时候谁又放过我了？我的话字字诛心。娇娇脸色惨白，哭得更凶，依旧不死心的哀求：明刚，我知道你受了天大的委屈，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你就当行行好，放过他吧。我们以后再也不跟你作对，再也不招惹你，我们离开村子。不是不放过他，是法律不会放过他。我语气决绝，没有丝毫转圜的余地。他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造成了实际的损失，不是我想撤案就能撤案的。我保留所有证据，走法律途径，是维护我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是他应得的惩罚。当初他选择作恶，就要承担后果，我不会原谅他，更不会帮他求情。你请回吧。说完，我不再看他，转身拿起工具，继续打理虾塘，留给他一个冷漠的背影。娇娇站在原地，看着我毫无动容的样子，知道再求下去也没用，终于彻底绝望，捂着脸哭声嘶哑的离开了塘边。看着他落寞离去的背影，我心里没有丝毫怜悯。路是李志强自己选的，恶果自然要他自己尝。我曾经给过他亲情，给过他机会，可他全都弃之敝履，一心想要置我于死地。如今落到这般境地，怨不得任何人。我守住的不只是自己的心血与尊严，更是世间的公道。犯错受罚天经地义，我的心软换不来感恩，只会辜负自己3年的委屈与付出。阳光洒在清澈的虾塘上，波光粼粼。我深知唯有坚守底线，绝不姑息恶意，才能守住眼前这来之不易的安稳与幸福。后续的日子，我依旧专心打理虾塘，带领村民致富。而李志强终究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风波过后，我的虾塘生意彻底步入正轨，不少村民主动找到我，不好意思地说：刚子，之前我们误会你了，你的养殖技术太厉害，能不能也教教我们？我笑着答应下来，不断优化养殖技术，扩大生态养殖规模，打造属于自己的小龙虾品牌。不仅带动了村里的就业，还带领着几位村民一起搞生态养殖，手把手教他们水质调控、菌种培育的技术，带着全村人一起增收致富。站在水草丰美、波光粼粼的塘边，看着满塘活力十足的小龙虾，看着源源不断的订单，看着爸妈和婉婷安心幸福的笑容，我心里无比坦然。婉婷走到我身边，笑着说：刚子，你终于熬出头了，咱们一家人都为你开心。我握住她的手，轻声说：不光是咱们，以后村里的日子都会越来越好。我始终相信，靠算计、靠打压、靠忘恩负义，永远走不长远。唯有脚踏实地，凭真本事、真技术、真心待人，才能守住属于自己的成功，赢得真正的尊重。那些曾经的委屈与不公，终究都变成了我逆袭路上的垫脚石，让我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接下来的时间，我的生态小龙虾品牌凭借着过硬的品质和线上口碑，彻底打开了市场。不仅线上订单供不应求，不少外地的大型酒店、生鲜连锁品牌都主动找上门来谈长期线下供货合作。塘口规模一扩再扩，成了乡里远近闻名的养殖示范基地。我也成了村里人人敬重的创业带头人。这天午后，秋阳和煦，我正带着村民在塘边补种水草，整理来年的养殖规划。一辆看似低调却价值不菲的轿车缓缓停在了塘埂边，车门打开，走下来一个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中年男人，正是李志强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老丈人张万山。他没了上次跟着李志强来挑衅时的盛情一面，脸上堆着刻意讨好的笑容，手里拎着高档礼品，快步朝我走来。周围忙活的村民见状，都停下了手里的活，悄悄看向这边，想看这场戏该怎么收场。张万山走到我面前，搓了搓手，主动递上一支名贵的香烟，语气放得极低：明刚啊，忙着呢，我是张万山，强子的岳父，咱们之前见过一面。我瞥了一眼他递过来的烟没接，手里依旧攥着水草苗，头也没抬，语气平淡的没有一丝温度。张总，有事直说，我这塘里活多，没时间闲聊。被我当众冷淡，张万山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堆起更谄媚的神色，把香烟收了回去，压低声音说道：明刚，过去的事都是强子不懂事，猪油蒙了心，对你做出那些混账事，我替他给你赔个不是，他已经得到教训了，你大人有大量，别跟他一般见识。我终于抬起头，目光清冷的看向他，一字一句道：他做的事他自己承担后果，我跟他之间的账早就清了，不用张总你来替他道歉。张万山见状连忙切入正题，脸上满是恳切：明刚，我今天来是真心实意想跟你谈合作的，你也知道我手里
握着全市大半的酒店、生鲜商超供货渠道、资源、人脉都是顶尖的。之前是我糊涂，帮着强子打压你，现在我想明白了，你的小龙虾品质是顶尖的。咱们要是能合作，你负责供货，我负责线下渠道，强强联手，肯定能赚得盆满钵满，比你自己单打独斗强多了。他说着拍了拍胸脯，摆出一副施舍般的姿态。只要你点头，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我给你最优厚的供货价，保证你的虾不愁卖。以后在水产这一行，有我罩着你，没人敢欺负你。在他看来，自己放下身段主动求和，给出这么好的条件，我定然会受宠若惊的答应。毕竟他手里的线下渠道是无数养殖户挤破头都想搭上的线，周围的村民也都小声议论着。有人觉得这是好事，多一条销路，多一份保障；也有人觉得张万山没安好心，不该答应。我听完突然轻笑出声，眼神里满是嘲讽，缓缓直起身，目光锐利的看向张万山。张总，你是不是忘了当初你带着李志强来我堂边是怎么放狠话的？你说这一片的水产渠道都攥在你手里，我养的虾一只都卖不出去，要让我血本无归，逼我把糖转手。我往前一步，气场全开，字字诛心。那时候你眼里的我就是个靠着一点小技术、没背景、没靠山的乡下养殖户，随便你拿捏。现在我靠自己的本事闯出了路，线上订单排到半年后，全国各地的合作商主动上门，我缺你这一条渠道。张万山的脸色瞬间变得一阵青一阵白，尴尬的无地自容，想要开口辩解，却被我直接打断。我李明刚做生意，只跟讲良心、守规矩的人合作。你当初助纣为虐，帮着李志强打压我，断我销路，如今看我生意红火，又想来分一杯羹，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语气冰冷，没有丝毫转圜的余地。我的虾就算烂在塘里，就算只走线上销售，也不会跟你这种人合作。你请回吧。以后别再来我堂边，免得我看着心烦，也别脏了我这虾塘的地方。说完我不再看他，转头对着身边的村民朗声说道：大家继续干活，别被无关的人耽误了进度。村民们立刻应和着忙活起来，没人再搭理张万山，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都带着鄙夷和嘲讽。张万山站在原地，手里的礼品显得格外刺眼，他用尽心思放下身段，换来的却是我毫不留情的拒绝，当众被打脸，颜面尽失，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只能攥紧拳头，灰溜溜的转身，狼狈的开车离开了塘埂。看着他仓皇离去的背影，我嘴角勾起一抹淡漠的笑意。曾经他对我爱答不理，如今我让他高攀不起，靠权势打压，靠势力算计换来的合作，我从不稀罕。我脚下的路，手里的底气，全是自己一点一滴打拼出来的，从来不需要靠旁人的施舍，更不会给曾经伤害过我的人任何一丝可乘之机。婉婷走到我身边，笑着递过一瓶水。你刚才太急气了，早就该这样狠狠拒绝他。我接过水，看向眼前一片生机勃勃的虾塘，眼神坚定。咱们靠本事吃饭，行得正，坐得端，往后的路只会越走越宽。经此一事，我的名声在行业内越发响亮，更多优质的合作伙伴慕名而来，我的养殖事业也越做越大，不仅带着全村村民走上了致富路，更守住了自己的尊严，迎来了所有人的真心敬重。转眼到了虾塘承包合同到期的日子，我早早备好续租材料，主动赶往村委会找赵书记，打算按原租金续签5年合同。当初这片没人要的死水塘，是我花尽心血改造成高产生态虾塘，带动村里增收。赵书记当初也全力支持。我本以为续租是水到渠成的事，可刚推开村委会办公室的门，就察觉到气氛不对。赵书记敲着二郎腿坐在办公桌后，喝着热茶，看见我进来，眼皮都没抬，语气冷淡的陌生。我把材料轻轻放在桌上，客气开口：赵书记，我来办虾塘续租手续，合同我都拟好了，还是按之前的租金来，您签个字，盖个章就行。赵书记放下茶杯，斜睨了我一眼，慢悠悠开口，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续租可以，但租金不能按以前的来了。我心里一沉，强压着疑惑问：赵书记，咱们当初签的合同里写了，合同到期我享有优先续租权，租金按原标准执行，您这是？此一时彼一时。赵书记猛地一拍桌子，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我。当初那是没人要的废塘，现在呢，你靠着这塘赚了几百万，成了村里的金疙瘩，原租金肯定不行了。我攥紧拳头，耐着性子追问：那您说新租金是多少？原来的10倍。赵书记扯着嗓子报出数字，眼神里满是算计。1年50万租金，少1分都不行。要么签合同交钱，要么合同到期立马把虾塘清干净，把地方腾出来，有的是人想接手。50倍天价租金，这哪里是续租，分明是故意刁难，想借着虾塘升值狠狠敲我一笔。周围几个村委会工作人员见状，纷纷低下头不敢作声。我瞬间明白过来，肯定是之前张万山、李志强的事传开，赵书记眼红我的生意，故意坐地起价拿捏我。我压着心头的怒火，声音冷了下来：赵书记，这片塘当初是全村都嫌弃的臭水坑，我花了5万块，全部身家改造，日夜操劳才盘活，村里没出1分钱1份力，现在你凭空涨10倍租金，不合规矩，也不合情理。规矩我在村委会说了算，这就是规矩。赵书记彻底撕破脸，叉着腰蛮横叫嚣：李明刚，别给脸不要脸！你一个养殖户能在村里承包塘子是你的福气，现在虾塘是村集体资产，我想定多少租金就定多少，你不接受立马滚蛋，把塘里的虾全清走，设备全拆了，村里要收回，重新发包。我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他质问道：你这是滥用职权，恶意抬高租金，欺压村民。当初我承包的时候，你说这塘倒贴钱没人要，现在我做起来了，你就坐地起价，你配当这个村书记吗？我配不配不是你说了算。赵书记满脸不屑，冷哼一声：我告诉你李明刚，3天时间，要么交钱续租，要么滚蛋清塘，别在这跟我废话，再闹我叫人把你赶出去。他笃定我虾塘里全是城下，正是上市旺季，根本来不及清塘转运，只能乖乖任他拿捏，吃这个哑巴
亏。看着他嚣张跋扈、以权谋私的模样，我彻底心寒。当初他好心劝我别冲动，如今却变成这般贪婪模样。我不再跟他多费口舌，眼神坚定地看着他。你执意要这么做，那咱们就找能讲理的地方说。我倒要看看你能找谁讲理。赵书记双手抱胸，满脸不屑，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我没再跟他对峙，转身走出村委会，当场拿出手机拨通了市里政务服务投诉热线，一字一句清晰说明情况。您好，我要投诉村委会书记赵某在村集体虾塘续租时，恶意抬高50倍天价租金，滥用职权，刁难承包养殖户，违反承包合同约定，欺压村民。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合同条款、赵书记漫天要价的行为，原本证据确凿的反馈清楚，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和地址，挂了电话。赵书记还在办公室里嘲讽：“你打吧，随便打，打到哪都没用，我看谁能管得了。”可他没想到，不过2个小时，几辆写着农业农村局纪委监委的公务车，直接开到了村委会门口。镇上市里的领导一行人面色严肃地快步走了下来。原来我的投诉引起了市里高度重视，当下便联合工作组下乡核查。赵书记一看见带队的领导，脸色瞬间惨白，刚才的嚣张跋扈荡然无存，立马堆砌谄媚的笑容迎上去，手脚都在发抖。领导，您怎么来了？快请进，快请进！带队的王局长直接推开他，面色冷峻地开口：“我们接到群众投诉，专门来核查村集体资产承包恶意抬高租金、滥用职权的问题。你就是赵某。”赵书记腿一软，连忙辩解：“领导，误会，都是误会，是李明刚他不想按新规交租金，故意诬告我。是不是诬告查合同、查台账？”找村民核实就清楚了。我直接拿出当初的承包合同、租金缴费凭证，还有刚才和赵书记对峙时悄悄录下的音频，一并递给工作组。领导，这是原始合同，上面明确标注优先续租权和原租金标准，这是他刚才恶意涨租、刁难我的录音，村里很多村民都能作证。工作组当场核对合同，播放录音，又找来几个村民现场核实情况，真相一目了然。赵书记看着确凿的证据，面如死灰，瘫软在椅子上，再也说不出一句辩解的话。之前的嚣张气焰彻底消失，只剩下慌乱和恐惧。带队的纪委领导当场发话，语气严厉：“铁善，你身为村书记，利用职权以权谋私，恶意刁难创业村民，破坏乡村创业环境，违反工作纪律和集体资产管理制度。即日起暂停你所有职务，接受全面审查。”紧接着，农业农村局王局长走到我身边，脸色缓和，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满是鼓励：“小李，你别担心，国家大力支持农户生态养殖、乡村创业，村集体资产发包必须公平公正，严格按合同执行，绝对不允许有人恶意抬价、欺压百姓。你的虾塘续租严格按照原始承包合同执行，租金不变，村里必须无条件给你办理续租手续。后续村里还要配合你扩大养殖规模，做好配套服务，支持你带着村民继续致富。以后再遇到这种不公平、违规违纪的事，大胆举报，政府永远是你们老百姓的后盾。”周围围观的村民见状，纷纷鼓起掌来，对着被带走的赵书记指指点点，满是鄙夷。赵书记被工作人员带走时，回头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悔恨和绝望，却再也没了当初的半点威风。我拿着领导签字的续租审批单，顺利在村委会办理了续租手续。看着盖好公章的合同，心里悬着的石头彻底落地。阳光洒在清澈的虾塘上，波光粼粼，满塘的小龙虾依旧活力十足。我深知这一次维权，守住的不只是自己的虾塘和心血，更是公道与底线。有政府做后盾，有过硬的养殖技术，我的龙虾养殖事业再也不会被任何人刁难拿捏，往后只会越做越大，带着全村乡亲，踏踏实实走上更稳更宽的致富路。转眼1年过去，我的生态龙虾养殖产业早已步入正轨，成立了专业的养殖合作社，带动周边10几个村子一起发展生态养殖，成了县里的农业致富标杆。我和婉婷也顺利举行了婚礼，爸妈身体硬朗，整日帮着打理合作社的琐事，一家人其乐融融，日子过得安稳又幸福。曾经的纷争与不公，早已在岁月里慢慢沉淀。我一心扑在事业和家庭上，很少再想起李志强这个人。隆冬的一天，寒风刺骨，塘边的枯草被风吹得簌簌作响。我正陪着婉婷在塘边巡查，看着工人做好冬季虾塘的保温措施。一辆破旧的3轮车颤巍巍地停在了塘埂不远处，一个佝偻瘦弱的身影从车上慢慢爬下来。那人穿着洗得发白、满是补丁的旧棉袄，头发花白凌乱，满脸风霜与憔悴，身形枯瘦，再也没有了当初开着奔驰大 G 的意气风发，眼神浑浊无光，透着浓浓的疲惫与落魄。是李志强。他出狱了，在牢里的这1年，他耗尽了所有精气神，昔日的嚣张跋扈被磨得一干二净，只剩下底层人的窘迫与凄惨。他早就众叛亲离，妻子跟他离了婚，老丈人彻底和他断绝关系，父母嫌他丢人不愿接纳，出狱后没地方住，只能靠打零工收废品勉强糊口，住的是村里最破旧的闲置老屋，3餐都难以为继。他远远地站着，看着眼前规模宏大打理的井井有条的虾塘，看着我西装整洁，身边站着温婉的妻子，被村民敬重的模样，再看看自己衣衫褴褛、狼狈不堪的样子，眼神里满是自卑悔耻，还有深深的无地自容，迟迟不敢上前。我早就瞥见了他，没有躲避，也没有嘲讽，只是平静地看着他。婉婷轻轻拉了拉我的手，我拍了拍她的手背，示意她安心。终于，李志强咬了咬牙，一步步挪到我面前，双脚像是灌了铅一样沉重。他低着头，不敢看我的眼睛，声音沙哑干涩，带着浓浓的哭腔，先深深鞠了一躬。明刚，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他的声音颤抖着，每一个字都透着彻骨的悔恨。我出狱后想过无数次该怎么面对你，我没脸来。
可我心里实在太难受了，我必须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当初我鬼迷心窍，眼红你的本事，克扣你的血汗钱，把你3年的付出贬得一文不值，后来还处处打压你，搞破坏害你。我岳父刁难你，我也助纣为虐，我就是个忘恩负义、自私自利的小人。说到这里，他猛地抬起头，眼眶通红，泪水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滑落，语气里满是自我唾弃。我一直以为自己很厉害，靠着一点小聪明就能赚大钱，可到头来我才发现，我根本就是一无是处，没有本事，没有担当，心术不正，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全都是我自找的。我不懂养殖，不懂水质，守着最好的虾塘也能搞到血本无归。我不懂做人，辜负了你的真心帮忙，毁掉了我们的亲情。我投机取巧，恶意使坏，最后毁了自己的一辈子。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无能之辈。我现在妻离子散，无家可归，吃尽了苦头，这都是我应得的报。我今天来不是求你原谅，也不是求你帮忙，就是想跟你真心实意的道个歉，为我之前做的所有混账事跟你说声对不起。他说完，再次深深弯下腰，久久没有直起身，肩膀不停地颤抖，压抑的哭声在寒风里格外清晰。看着他如今凄惨落魄、真心忏悔的模样，我心里没有了当初的恨意，也没有了报复的快感，只剩下一片平静的释然。那些曾经的委屈、愤怒、不甘，在我拥有了美满的家庭、成功的事业，走过了这么多路之后，早已烟消云散。纠结过往的仇恨只会困住自己，不如放下，彻底释怀。我轻轻扶他起身，语气平和，没有丝毫怨恨。起来吧，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李志强猛地抬头，满眼不敢置信地看着我，哽咽着说：“明刚，我对你做了那么多坏，你不恨我吗？”恨我，但那都是以前了。你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坐了牢，尝尽了苦果，这件事就此翻篇，我不再计较了。我能有今天，不是靠你的打压，也不是靠你的施舍，是我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拼出来的。我现在有家庭，有事业，一家人平平安安就足够了，没必要再揪着过往不放。婉婷也在一旁轻声说：“强哥，以后好好做人，踏踏实实过日子，别再走弯路了。”李志强看着我平静释然的眼神，看着我如今幸福美满的生活，泪水流得更凶，不停地说着谢谢，满心愧疚地离开了虾塘。看着他落寞离去的背影，我没有再多想。寒风渐渐散去，阳光透过云层洒在虾塘上，暖意融融。婉婷紧紧挽着我的手臂，爸妈笑着朝我们走来。远处合作社的村民们忙碌而充实，一派安稳祥和。我始终觉得，真正的赢不是看着仇人跌入谷底，而是自己越过越好，放下仇恨，拥抱属于自己的幸福。过往的磨难成就了如今的我，而放下过往，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往后余生，我只需守着家人，带着乡亲，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便是此生最好的归宿。